只要你有擺1蚊喺銀行咧，呢集就一定要睇晒啦，仲擺咗成副身家添，咁咧更加要正正經經吞晒入肚，唔可以較2倍速睇添啊！因為啲錢咧都係有機會會冇晒㗎。玩大富翁嘅時候，銀行就好似一部萬能提款機，有無限嘅血量支撐成個遊戲㗎。傳統智慧亦都叫我哋咧擺錢銀行係最安全嘅，又點會諗到最安全地方咧喺今時今日係最危險㗎？尤其是而家股票市場上面風平浪靜，實際上已經中咗一個必死攻擊，差在咧幾時購買最後一滴血啫。有3個原因咧指向而家即將進入需要懷疑銀行執笠嘅非常時期。呢個咧顛覆性嘅想法咧絕對唔係空想㗎。普通人咧點樣可以保護咧自己錢呢？銀行係最安全嘅，可能咧係一個謊言。當99個人話一件事係真嘅話，第100個人咧都一定信以為真。但係經過 FTX、JPEX、Silicon Valley、雷曼事件同埋差啲執笠嘅 AIG、花旗銀行，有冇監管都一樣可以出事嘅噃。你準備好未呢？中意內容嘅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鐘仔，搶先睇 like 同埋分享俾朋友，等更加多人咧了解理財投資知識啊！後生時以為聽個 number 攞 tips 就可以發達，結果輸到欠債80萬。後來發現基本分析配合技術分析，出入市先係王道。講求買乜嘢，幾錢買，幾時買，以時間累積財富，最終以超過1億資產財務自由。我喺度分享我嘅翻身故事。銀行長久以嚟都相安無事㗎，就算零星倒閉事件都未爆發毀滅式嘅崩潰。咁點解銀行安全性呢樣嘢好講唔講？點解而家先嚟講呢？當然係有原因啦。而家有幾個矛盾都指向真正嘅衰退而家先至係即將來臨㗎。睇返2008年金融海嘯，雷曼兄弟爆煲，美國經歷18個月嘅經濟大衰退，當時一早出現咗孳息率曲線倒掛，失業率高企，經濟進入真正衰退。咦，成個 setting 咁似而家嘅，一樣有孳息曲線倒掛，各項經濟數據準備轉差，即係話只需要一條導火線就會即時引爆經濟，到時銀行安全性又一樣會受到挑戰，特別係上次救市瘋狂 QE。銀行體系嚴重被扭曲㗎啦，今次嘅挑戰咧應該係前所未有咁大。銀行個 app 操作正常，冇死機，冇資料泄漏，咁咪安全咯。醒下啦喂，我哋唔係討論緊網絡安全啊，而係真真正正銀行本身仲係咪安全啊？要解決真正安全嘅問題咧，我哋睇嘅嘢就唔能夠表面啦，而要刮深一層，揾到真正面臨緊嘅風險。不過啦，開始挖深之前咧，首先要知道銀行業嘅最基本運作。只要關乎錢銀嘅事，就同銀行有關，收存款、放貸款、印鈔結算，俗啲講咧就係收數、放數、開借據。而絕大多數銀行咧都實行部分準備金制度，即係喺中央銀行咧存放一定比例嘅錢之後，剩翻嘅資金咧點借俾人都得㗎啦。好嘅方面去睇啊，當大眾借咗錢去消費又好，發展業務又好，銀行咧總會收到還款㗎。一有新嘅存款流入，又可以重新嘟多次，貨幣流通自然咧帶動經濟，好似打通咗國家經濟任督二脈咁樣。所以啦，銀行被稱為百業之母就係咁解啦。但係壞嗰方面去睇，部分準備金或者我哋叫做存款準備金制度咧，係一個計時炸彈。我哋一齊重溫下呢段先。呢97蚊又可以再借多94蚊俾人啦，不斷無限咁碌。到最後啦，原本實質嘅100蚊會倍大變咗成3330蚊。呢個稱之為部分準備金嘅制度，令世界上大部分嘅錢都係以債務形式咁存在嘅。當所有存款人同一時間要求向銀行拎翻晒所有存款，銀行係根本冇咁多錢㗎。過去祖宗18代祖先都同我哋講，銀行係好安全，唔會執笠。不過啦，事實係歷史上香港銀行都出現過銀行擠提、倒閉、被吞併嘅事件。莫關香港自2000年打後，美國已經先後有567間銀行倒閉，即係平均每年接近25間銀行執笠㗎。2008年金融海嘯到2012年短幾年間，銀行倒閉數目激增。
喺頭先講嘅500間銀行入邊有超過80%都係呢段時間執笠。既然而家嘅背景同當時咁相似，真係唔好咁老定，認為自己用緊嘅銀行一定長命百歲。大佬，香港500年一遇嘅洪水都遇到，幾間銀行一齊出事，又有咩咁出奇呢？而家正式就地心探險啦，睇下經濟體系究竟出咗乜嘢問題，令到火種足以燒到去銀行嘅身上。正式嚟講係3個系統性風險，是但一樣出現嘅話，都有機會牽一髮動全身㗎啦。到時先諗住去學習自保就太遲啦。第一個就係商業房貸風險。唔知道大家平時經過尖沙咀有冇發現好多吉鋪呢？去開中環啦，有冇發現好多 office 照做呢？上海、悉尼、墨爾本、香港、北京呢啲主要城市，而家嘅寫字樓空置率全部超過10%。截至2023年第一季，美國辦公室空置率平均都去到18%㗎啦。Elon Musk 都講過啦，成個美國平均樓價已經升咗1倍左右。但係商業地產入住率都只係得60至70%，息口平嘅時候都頂得順啦。問題係隨住加息影響，貸款利率已經去到7至8%，即係話而家啲商業地產要食貴息，但係又冇人租，冇錢返，短期都仲捱得到嘅，但係長期頂唔順就唯有債務違約，下一個遭殃嘅就一定係百業之母銀行啦。睇返而家情況喺美國，原來中小銀行嘅商業貸款比例平均佔40%以上，而每一次高息嘅時候，加埋經濟終於頂唔順進入衰退嘅時候往往商業貸款嘅違約率一定係急升㗎。所以商業貸款嘅危機處理得唔好嘅話，就會成為下一隻黑天鵝㗎啦。連耶倫都戴定個頭盔，話如果中小型銀行出現危機嘅話，就有機會要將佢哋合併。第二個風險係中國經濟放緩波及全球。中國係全球第2大經濟體，亦都係最大嘅新興資本市場，佔大概1/3㗎啦。大家對佢期望自然會高啲啦。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中國本來應該喺今年帶動全球1/3嘅經濟增長，結果事與願違。中國經濟明顯放緩啦，而當中嘅利害關係唔止影響自身㗎，仲波及全球添。對於全球嚟講係壞處多過好處，而最大影響一定係全世界嘅貿易。中國出咗名係全球最大出口國，但係同時都係目前全球第2大進口國添。當中國經濟疲弱，進口商品需求不斷減少，對於南韓、台灣、日本、美國、澳洲呢啲同中國做生意嘅出口國，絕對冇可能獨善其身。加上美國限制對華投資，對貿易嘅限制越多，經濟摩擦就越多。唔好以為我扯得太遠啦，我哋而家係討論緊系統性風險，全球經濟體巨頭嘅經濟命脈可以牽連甚廣，只要連鎖效應一發生，就牽連到企業執笠，銀行安全性就急轉直下。第3風險就係長時間高息夾爆企業睇破產數字就係最佳鐵證。根據美國一間專門處理破產資料嘅機構調查，2023年上半年美國商業破產申請量激增68%，小型企業破產申請年增55%。2023年整體破產情況明顯已經比上年嚴重好多㗎啦。美國破產協會執行董事表示，由於利率上升、通貨膨脹、借貸成本增加，好多家庭同企業面臨債務負擔激增。錢銀借貸環環相扣，經濟壓力最後咪又去返百業之母銀行嘅頭上啦。所以經濟膨脹同經濟衰退，即係牛同熊市係有得分別㗎。如果大家就想知道成個投資系統，包括全方位點樣利用股票、房地產、無限槓桿按揭同埋稅務安排，透過理財投資令到自己嘅財富穩定去成長。咁大家就可以即刻去 QR Code 或者下面連結收睇為大家準備咗嘅1小時10年財務自由免費工作坊，投資1個鐘了解下認真修改你財富增值方法啦。
講到好似世界末日咁樣，都俾個好消息大家。萬一真係出現銀行爆破倒閉潮，都仲有幾道防線嘅，可以保障銀行體系同埋我哋擺喺銀行嘅錢。首先啦，銀行本身個安全網都好大嘅，除咗有監管機構，世界各地銀行啊工會互相協助，銀行自己亦都有風險管理之外，對於我哋呢啲星斗市民，只需要知道以下兩個制度，今晚都可以安心少少瞓覺嘅。第一條防線就叫做最後貸款人制度，意思係啦，中央銀行或者政府部門會喺銀行出現流動性危險，臨跌落山崖之前伸出援手救住你㗎。履行最後貸款人嘅職能，必須借錢俾呢個銀行㗎，喺懸崖邊嘗試拉翻上嚟。具體做法一般有3種。第一，中央銀行直接貸款援助。第二啦，設立特別機構或者成立基金對銀行提供財務援助。第三，銀行運用權力動員大銀行集資，一齊拯救嗰位就係跌落懸崖嘅小羔羊。咁香港都有呢一招㗎。就係一份金融管理局嘅季表入邊清楚寫明㗎啦。當一間銀行可能已經無力償還，而佢嘅倒閉會對香港貨幣金融體系引發廣泛影響，當局就會伸出援手，供應長期嘅流動資金援助。另一條防線就叫做存款保障啦。相信香港朋友都對佢唔陌生㗎啦。其實全世界都有類似嘅保障㗎。以下呢個表就總結咗世界各地個人存款保障嘅賠償上限。喺香港，一般銀行有50萬嘅個人存款保障，而且包括虛擬銀行，亦都保障外幣。至於其他國家交俾你逐個 check 下啦。另外要注意嘅係，大部分地區嘅存款保障都係唔包離岸戶口㗎。唔好以為過咗海就係神仙，離咗岸嘅就不受保障㗎啦。所以唔係走咗資就大晒㗎。到時某間銀行準備倒閉，金管局到時又點樣 define 呢間銀行嘅倒閉會對香港貨幣金融系統引發廣泛影響呢？就算當局決定伸出援手，啲錢邊度嚟呢？好似美國咁講，佢要某3間銀行一齊幫嘅時候，係咪3間銀行都傾好呢？金額係點分配呢？如果政府幫嘅話，啲錢邊度嚟呢？最後又可能需要印銀紙劫富濟貧嘅啫。好似想講啲好嘢俾大家聽，最後都去翻差嘅嘢。今時今日金融系統真係極度扭曲，我哋冇辦法唔諗最差情況。以前就唔同啦，擺落銀行度1年10幾厘，而家加息加到咁先4、5厘，一個唔覺意經濟衰退又再減息，又去翻0厘㗎啦。保障呢啲嘢有一回事，夠唔夠又係另一回事㗎。好似買保險咁，有保險唔一定保得晒。既然齋放錢銀行唔係100% 安全，想保護自己財產，等人救不如自己救啦。咁樣點做先好呢？分散風險依然係理財嘅第一規條，將啲錢分散去唔同銀行、貨幣、國家。學識去任何地區開銀行戶口之前，問清楚有冇存款保障先，保障幾多呢？我哋可以開多幾個銀行戶口，將啲資金分散，而以防各地政府因為救市大動干戈，最後亦都 QE 印銀紙。我哋亦都需要持有唔同嘅外幣，包括澳紙、英鎊、美金，傳統再擺喺黃金放喺夾萬，亦都可以。聽完今集內容，傳統智慧上一代叫我哋擺晒啲錢落銀行度，係咪真係有效呢？成日話銀行係大到不能倒嘅，當倒閉潮湧埋嚟嘅時候，一間可能冇問題啦。但係如果銀行集體出事嘅話半個地球都擠提，到時你又點知政府一定會選擇救你嗰間銀行呢？每次銀行倒閉潮都有當時嘅時代因素，但係本質上嘅問題其實一直係重複緊。希望大家認真思考今集我所講嘅嘢，去到下次依然可以應用到嘅。臨尾問大家一條問題，聽完今集你會點樣處理你自己銀行入邊嘅錢呢？ A. 檢查全部銀行戶口擺咗幾多錢，每個戶口盡量唔好超過50萬，過咗即刻再開戶。B. 繼續擺喺度收息咯，唔通真係拎晒出嚟擺床下底咩？ C. 我份人好懶嘅，聽咗就算，到最後應該乜都冇做㗎啦。D. 其他方法。歡迎大家可以喺下面留言區解釋你答案，或者寫低想我同大家講啲咩題材啦。今集內容就少少思考，有少少末日電影片咁嘅感覺。如果大家中意呢集，都係 like 啦，同埋幫手 share 呢條片出去，同埋記得訂閱呢頻道，撳埋鐘仔搶先睇。喺呢個頻道會繼續發放更多嘅理財投資教學㗎啦。投資唔係大學嘅專利，下次見大家，拜拜。